你以为的 Switch 破解，60帧王类，60帧宝可梦。实际上的破解 Switch Station 启动 ，PS5 手柄启动。上一期 Switch 2的开箱视频跟大家说过，首发的第一方护航大作只有马里奥赛车这一款。时隔4月，虽然陆陆续续有几款第一方游戏上了 Switch 2，可剩下的所有游戏都还是 Switch 1代的游戏。原本30帧的塞尔达，现在变成了60帧，就敢拿出来涨价重新卖。那有什么可以让 Switch 1重新振作，甚至超越 Switch 2的体验呢？我想答案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破解。不过这里要先说明哈，破解不等于支持盗版。本次视频中出现的所有游戏均为正版卡带，在不修改游戏数据的情况下是不会被宕机的。大家还是多多支持正版。如果想要调整硬件上面更具体的一些参数，或者解锁更多软件权限，都需要破解。破解之后能有多自由呢？给大家看几个神奇的软件 ：Trip Player 音乐播放器，它不但能播放 MP3 格式音乐，组成歌单在后台播放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它是可以在运行游戏的时候播放的。好吓人啊！这是为什么我不敢玩恐怖游戏？吓死了！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座它太恐怖了，给它放个 BGM。好多了。不止于此，连手柄的连接声音也是可以自定义的。还有一个插件，我愿称之为最强牛头人。大家都知道 Switch Pro 手柄其实硬件也就是国产100元手柄的水平，但是因为是任天堂，所以必须卖我400块。安装这个插件后，不仅可以无线蓝牙连接御三家的手柄，连接方式和 Switch Pro 完全一致，甚至你连上手柄，这里还会有图标显示。更离谱的是震动、陀螺仪这些功能全都能在。而且这个质感不吊打 Switch 手柄，能在塞尔达里面拿着 PS 手柄体感瞄准，你敢信？除了这些微型插件，还有一些可以说是应用级别的，手机都能模拟老掌机了，那 Switch 上面模拟掌机不是无敌？当然可以，能够随时开还是很爽的。像是 PSP 模拟器、GBA 模拟器，还有比较万能的通用模拟器。PSP 上面还是有很多好玩的游戏的，像什么老战神啊、怪物猎人 P3啊、乐克啊，能够随时开还是很爽的。再给大家看一个别的更神奇的软件，你甚至可以在 Switch 上面上 B 站，Willy Willy， 这可能是我在 Switch 上面用过最好用的视频软件了，完整支持按键，可以说是完全不亚于手机 App， 快进、弹幕、直播、评论区回复、动态页面、私信列表，甚至是头一面的22和33也保留了。Switch 还自带平板支架，简直不要太方便。刚刚片头给大家看的那个 PS 启动界面，其实是来自于这个主题安装器。这款软件可以让你导入 Switch 的各种自定义主题，从解锁页面到主页面，甚至是设置页面都能够完全自由 DIY。而且别以为还是以前 PSP 那种拿着数据线一个一个拷过去的，这个可以直接在网站上找到代码，直接在 Switch 上面下载就完事儿了。大家都知道我之前很喜欢任天堂的 Wii U 主机嘛，之前我还出过一期它的怀念视频。这次我在这个 Switch 上面也下了一个这个 Wii U 主题包，这个还原效果嘛，不能说一模一样吧，只能说除了这个背景和原版就毫不相干了。相比较起来，这个 PS5 的主题就很像那么回事儿了。看这个页面啊，哇，就很有 PS5 的味道，好吗？用 DS5 手柄玩 PS5 主题的 Switch， 这下锁粉和任粉也能握手言和了吧？还有像是这个模仿 Steam Deck 的 Switch Deck， 又或者是这个复古风的 XP 主题，这多少是有点抽象了。那 Switch 最大的问题本来也不是不够开放，最重要的是机能实在是太弱了。在8年前 Switch 发售的时候，它的性能就已经是落后时代了，更不用说经过8年之后，手机都从骁龙835到了骁龙8 Gen 4了 ，Switch OLED 出来还是一样的性能。所以我们想要干翻 Switch 2，最重要的还是得给它超频，往死里超。Switch 1的超
超频和电脑超频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标准，因为电脑超频就在5%到15%左右，而 Switch 超频直接50%起步。CPU 墨屏1020直接超155%，干到2601。GPU 墨屏460直接超178%，干到1305。内存墨屏1200超到2600。这种超法，全人类可能都会感谢你。Switch 2是1代理论性能的10倍，你再怎么超频也超不过嘛。确实，如果单论理论性能的提升，就算把 Switch 1代超到冒烟，也很难去够到2代的脚后跟。但实际上 ，Switch 2现在运行超过90%的游戏，还是只支持原版 Switch 1的性能，完全没有任何提升，甚至体验反而会不升反降。拿我最喜欢的怪物猎人崛起举例，因为没有画质提升，2代上的运行依旧维持在720p 30帧，由于本身的画面分辨率并没有做到点对点，这时候 Switch 2的1080p 屏幕反倒成为了劣势，显示效果反而不如 Switch OLED 的720p 的原汤化原时。截止到9月24日 ，Switch 官方宣布的支持更新补丁的游戏仅有23款。同样情况呢，还有掌机模式下仅有540p的《异度之刃2》，也就是说，在超频版的1代 Switch 同样能够满足游戏最高分辨率所需的性能的前提下，Switch 2想要实现超越，就只能等待官方补丁。甚至在掌机分辨率最高只有720p的游戏下，2代 Switch 的画面表现还有可能不如1代。再加上 OLED 屏幕的加持，破解版的 Switch OLED 似乎还能再战几年。而破解 Switch 这边的优势还不单只有超频，得益于能够自由安装模组，还有补丁，在民间为爱发电的努力下，反倒更早的玩到了60帧的游戏版本。以往因为 Switch 1代孱弱的性能，像是王类这种渲染压力较大的游戏，即使是升级到了60帧，也很难达到这个水平线。而在这台魔改版 Switch 之下，这个帧率真的是纹丝不动。帧率稳定之后，以往在复杂场景下时常发生的动态分辨率下降的问题，也算是无影无踪了。虽然在部分远景和地砖这种细节材质上面确实不如 Switch 2，但流畅养眼的重游海拉鲁大陆肯定是绰绰有余了。除了这个，还有好几款游戏在打了60帧补丁之后，体验也是大幅优化，帧率基本上都能稳定在55帧以上，可以说是完全包杀没有补丁的 Switch 2。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区别。性能这方面，咱们还是谦逊一点，叫与 Switch 2互有胜负。它作为游戏掌机，自然还是有一个关键卖点，那就是续航。但按照咱们这个超频程度，魔改版 Switch 2这颗 Tegra X1都可成为传奇耐电王了，功耗是从原来的4瓦剧增到了10瓦上下。不可能告诉你任何事情。虽然说本身 Switch 2代的续航算得上是败笔，实测下来只有2.5到4个小时左右，但我们也有一点难赶上吗？咱们这台魔改 Switch 虽然说外观上面平平无奇，但是内部还另有乾坤。这边的这一台是原版的 Switch OLED，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能看得出来这两台 Switch 的区别了。我们这一台魔改版 Switch 的这上面，你会发现这里缺了一点散热金属板。原本 Switch 在这里是一个4310毫安时的电池，现在我们直接强行塞了2个电池进去，直接变连成8620的电池，主打一个力大专飞。在运行塞尔达王国之泪维持60帧率的中等负载下，这台 Switch OLED 的实际续航达到了7个小时左右。而在像是巫师3这种更高负载的游戏中，实际续航也依旧维持在了5.5个小时，这还是仅需170元的电池改装。如果你预算充足，做个11000毫安时的也不是不行。其实这一次的魔改还算克制，起码还保持了原版的外观。如果你想要更加极致的性能，也可以再极限一点。红白机版的游戏机，这是 B 站 UP 不靠谱的 Live 寄给我的。这一台游戏机上面的所有配件基本上都是用 3D 打印完成的，同时上面的这大部分的配件可不都是装饰品哦。就比如说这个 Joy-Con 手柄的插槽是真的可以连接到 Switch 上面的，就是这玩意儿插上去了之后就有点难拔下来了。不止如此，打开这个开关拨杆，仿真卡在后面的这个小型散热风扇它就开始工作了。在带走这些热风之后，超频游戏的体验也会更加
加稳定。虽然从绝对性能上 Switch 1想要硬超过 Switch 2还是有点难度的，但是因为现在 Switch 2新内容匮乏，更新也没有那么快，可以说自由折腾版的 Switch 1可玩性相当的高。满打满算 Switch 1已经陪伴了我们8年之久了。细数一下咱们频道，算上这期魔改版本，一共是有了12期关于它的视频了。大家说这到底会不会是 Switch 在咱们频道的收官之作呢？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